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啊！我们的同庆之旅已经接近尾声啊。那明天中午，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贝里斯，前往休斯顿。好，那这一趟的旅程，在差不多是1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到了好多个地方，那也行程非常的紧凑哦。那这一趟的旅程，我想各位媒体朋友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随时跟各位做简报啊，就是关于我们各项行程跟它的内容都有跟各位做简报。不过我在这里呢，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哦，再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摘要哈。那这一次的行程里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参加巴拉圭阿布多总统的就职典礼。那在这次的就职典礼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跟其他国家的元首或者是副元首或者是代表团的团长好有互动的机会。那也有一些双边的晤谈好，那有些是关于未来的合作方向，那么有些呢我们在互相交谈的过程中，也可以各自了解，也可以互的了解各自国家的这个内部的一些动态，那么也能够增进彼此间的更多的了解哦。那么第二个呢，在这一次的旅程中哦，我们有机会告诉我们在海外的技术团的同仁哦，一个好的消息，也就是说，我们外交部决定要提高他们的房租补助跟子女教育补助哦。那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在斯瓦蒂尼进行访问的时候去进行了解我们当地的跟所有的驻外的技术团的同仁他们在地的生活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之后我们就很希望能够调整他们的待遇所以在4个月之后，我们外交部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处理。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宣布让我们的辛苦的技术团的同仁也可以享受大致与外交人员一样的补助那么第3个就是说在这次的行程里面，我想各位媒体也都有注意到，我们这个行程里面有很多都是跟教育有关的行程尤其是2个，一个是奖学金台湾奖学金，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友邦的年轻人可以到台湾来就学。那么这个奖学金的名额我们也都持续的在增加那第2个呢，重点就是技职教育。那这一次的台巴科技大学虽然我们在当初讨论的时候很快的就答应了这个计划，因为我们确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有价值，但其实在整个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力气来讨论细节跟分工。那各位在前几天所看到的是这一个阶段的成果，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把台巴科技大学这个计划做得更好更完整替巴拉圭下一个世代的产业的发展培养人才。那在贝里斯这里我们也给台湾奖学金的学生受证那我想各位在受证的时候都一一的看到这些受证的奖学金的学生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聪明，而且也都很活泼那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贝里斯最好的年轻人。那我们有最好的年轻人可以在台湾跟我们的大学生一起就学那么不但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那么同时对我们的大学生也会有激励的作用。那至于进入技职体系的学校呢，我们也很欢迎他们进入我们的技职体系的学校。那除了这些正式教育之外呢，我们也扩大提供友邦青年技职
训练的计划。换句话说，他不是来就学，而是他接受中短期的这个技职的训练啊，让他们学生有机会来，让这个学生有机会来台湾直接接受这些职业训练。那么如果我们拿做衣服来做比喻吧，台湾跟友邦之间的合作计划比较不像大工厂里面的大量复制生产的成衣哦，我们比较像是那个专业熟练的裁缝师哦，量身定做的衣裳。那么这样的精神才是互惠互助的精神哦。那这一次呢，的出访哦，我要谢谢我们随团的媒体朋友的报道啊，让这一次的出访能够在台湾的媒体的呈现，能够有相当的媒体的呈现，也让国人知道，就是说我们从事外交工作的每一个面向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倒是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很多的讨论的，就是85度 C 的这个事件啊。那么这个起因主要是因为85度 C 的这一家店啊，刚好就是住我们在洛杉矶所住的旅馆的附近的一家店啊。那我们也觉得说台湾人的咖啡店可以开到美国，而且有这样子的规模跟业绩哦，真的很难能可贵。那加上呢我也想结束了一段行程之后喝一杯咖啡，所以我们就跑进去看一看里面的情况。那店家呢，当然就是介绍他们最拿手的海盐咖啡。那我也点了一杯海盐咖啡，那么也看了他们店里的很多的产品哦。那当然这个西式的餐点传统上是85度 C 的这个专长，很多的西式的甜点哦。可是除了西式甜点之外，我发现他们还有台式的甜面包，还有很多我们台式的甜点哦也在里面。那么看起来都好吃的样子哦。那我也觉得是说台湾人可以在国外拓展他们的拓展他们的事业哦，而且能够克服种种的困难，把他们的事业哦能够做得有声有色啊。对于我们这种出国的人，或者是在异乡里面居住工作的人啊，都能够提供一份我们可以解乡愁的地方哈。那么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哦。很遗憾的就是说，只是买一杯咖啡哦，就是引来这么多的政治的打压，让咖啡多多少少走了味哦。那台湾的企业被迫做政治表态，而且弄得两面不讨好哦。我认为这样的发展不健康，老实讲对两岸关系也没什么帮助哦。那我想我们台湾人哦，在历经了殖民跟威权的统治之后哦，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民主跟自由是我们最骄傲的事情。但是从这个整个历程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台湾人的韧性啊，也是因为这样的韧性，我觉得台湾人不会在压力底下低头的啊。那85度 C 的这个事件让我们觉得很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呢，我们要面对的态度不是相互的指责，我们要面对的态度是大家要更团结起来，来为台湾的民主跟自由来坚持，这才是我们应该来面对的一个态度。